东风21D 是一枚导弹吗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说是因为东风21D的确是全球对航母最具有威慑力的一款反舰弹道导弹。说不是因为仅东风21D 导弹本身是难以完成对航母的致命一击的。准确的说是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系统。该系统包括光电和无线电子侦察系统、军事卫星系统、计算机系统等等组成的。从定位航母、计算航母移动轨迹、跟踪航母移动轨迹到锁定航母，然后发射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，引导弹头击中航母，这是一个系统在运作。中国这套航母杀手系统的运作的独特性在于此，它不仅在于导弹，还在于跟踪锁定目标的系统。这就是美国人反应如此之大的原因。2020年6月底7月初，中国向南海方向试射了2枚导弹，一枚是东风21D，一枚是东风26。这是东风26首次海上打靶，2枚导弹都成功击中目标。这一试射从青海发射，射向3000公里外的南部海域，打茫茫大海上移动的军舰目标，这的确有点离谱。估计旁边的蒙古海军都被看傻了，有这种骚操作，他们或许也能有大作为。这一波导弹打的是引发美军震动，美国人的反应非常大，直言中国在军事威胁他们。去年试射导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局势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局势，东边、南边、西南方向，一些宵小都蠢蠢欲动。这一试射制止了这些宵小的冒险冲动，这些宵小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看上去是反应大，动作却小了很多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国此次试射东风21D、东风26，这一打出了未来10年的和平发展期。也就是说，未来10年我们不动手，别人也不敢动手，打与不打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。从技术上说，东风21D 和东风26几乎让全球舰队失去了意义。也就是说，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全球耀武扬威的日子快要结束了，至少在亚洲已经结束了。海权完全由海军舰队决定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未来的海战不仅仅是舰队的战争，而是舰队同陆基导弹的协同作战。根据分析，中国现有的预警机都是从这个角度设计的，不仅可以引导航母舰载机，还可以引导陆基战斗机，在军事卫星的协同下，同时可以为导弹做出精准引导。目前东风21D 的射程在1500公里，东风26在4000公里，这样的射程可以覆盖一半的太平洋和印度洋。俄罗斯人看出了蹊跷，直言美军航母没有机会。俄罗斯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·图奇科夫在《为军工信使》刊物上撰文称，中国的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几乎不会给美国航空母舰留下机会。俄罗斯人看出了其中蹊跷，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强大不仅仅是导弹本身，而是中国反航母系统的强大。从先进的预警机系统、各种光电、无线电雷达、军事卫星、无人机系统，再到反舰导弹，这个强大的系统足以让美军航母失去机会。弗拉基米尔·图奇科夫指出，东风21D 不仅可以在其射程内威胁一切来犯的敌舰，还可以在这个射程内保护中国自己的舰队。弗拉基米尔·图奇科夫还指出，在1500公里的射程内，美国海军的将军多次承认这是一个死亡距离。冲突发生时，美军的航空母舰不能出现在这个距离内，他们的舰载机也没有足够的航程。美国相关媒体网站发文表示，对中国的制裁会威胁到美军轰炸机项目，使其发动机更新遭遇困境。今年1月，美国方面对我国民用航空制造商，也就是商飞公司进行了制裁，给出的解释是担心该公司会私下跟我军共享技术。近些年来，美国接连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，哪怕是特朗普即将离任，在离任前都不忘发布新的制裁名单。如今看来，倒是帮中国一个大忙。1月14日，美国曾发布了一份制裁清单，其中包括中国商飞公司在内的，还有大新华航空以及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。自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敌人后，该国就不断找借口针对我国，想以此遏制住中国的发展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向中国军队共享技术这一说法，不过是为了制裁中国企业找的借口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美国此举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有苦也说不出。美国空军向来希望对 B-52H 轰炸机进行升级，其中包括安装新的发动机，使该类轰炸机能够继续服役几十年。但经过研究和实验，美国空军找到了最适合该项目的一种涡扇发动机，而该发动机正是被中国商飞公司用在了 ARJ21700 支线客机上。现在美国又正好对中国商飞公司进行制裁，如此一来，他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很可能会因为制裁威胁 B-52项目，另一方面担心以中国对通用电气公司 CF34涡扇发动机的了解，缺点优点必定都清楚，万一使绊子，他们根本察觉不到。至于最后是否会构成什么安全挑战，暂时还不清楚，但美国方面肯定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会让 B-52发动机更新项目复杂化。对中国商飞公司的制裁，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假设中国军方对通用电气公司 CF34发动机有深入的了解，那么其后果会如何？不得不说，美国作死的行为，如今把自己也给作进去了。本身为 B-52H 选择发动机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，现在不仅要考虑价格和性能，还要考虑是否会有向中国军方泄露相关局势的可能，可有美军头疼的了。不过值得怀疑的是，特朗普在离任前都不忘记发布这份制裁清单，其中还恰巧有涉及到 B-52轰炸机项目的商飞公司，是否有些许不对劲儿？倘若特朗普发布的这份清单涉及到美军多个武器装备项目，有没有可能特朗普就是故意的，想给拜登埋一个大坑？此前特朗普多次与拜登交涉，不愿意放弃美国领导人的位置，如今又出现这一情况，很多人便认为特朗普是故意的，不想让拜登任职期间日子过得舒坦。如此说来，这也在无意中帮中国扭转了局势。这几年，英国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，频繁对中国内务指手画脚，包括前不久所谓强行吊销中国媒体落地许可、打击中国投资、炒作疫情溯源问题等。然而最近，英国首相约翰逊却又变脸了。最近，约翰逊在面对中国企业的时候称自己是狂热侵华派，并希望重启中英年度经济财经对话。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第二天，英国又再次迅速换了熟悉的面孔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，新成立的英国太空司令部正计划新的训练任务。英国皇家空军装备的台风战机将很快进行反卫星任务。台风战机将飞往大气层进行反卫星任务演习，其中包括模拟摧毁敌对卫星。据悉，战机飞行员将爬升到6万英尺高空，然后瞄准中国或俄罗斯卫星发射反卫星导弹，再返回基地。对此，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麦克威格斯顿表示，未来冲突胜负可能取决于太空，英国应该设想发生冲突时如何摧毁中国和俄罗斯卫星。从这就可以看出，将中国当成潜在对手已经成为英国固定思维。俄美也认为，似乎意味着英美很快便想和中俄发生冲突。但事实上，世界上拥有真正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屈指可数，而英国并没有反卫星能力。威格斯顿强调，中国、俄罗斯等国发展了反卫星能力，英国也不能落后。目前，俄罗斯已经有2种反卫星武器，中国也拥有地面发射反卫星导弹的能力，而英国并没有反卫星导弹，这让英国感到危机。不过，英国人认为，虽然英国没有，但是美国有。英国反卫星导弹可以装在英国战机上，但是美国反卫星导弹太长，只能放在机翼下，因此英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去年7月，俄罗斯在太空中测试反卫星武器，遭到美国和英国国防部接连炮轰。英国国防部太空总负责人就指责这种行为威胁太空和平，并可能造成碎片，对卫星和空间站系统构成威胁。然而现在，英国不仅要进行反卫星试验，甚至还点名道姓模拟打击中俄卫星，还能更双标虚伪一点吗？现在的英国脱欧了，却还一边肆意破坏和中国的关系，一边却又觉得生意可以照做。他们甚至觉得这是理所应当，并不矛盾。他们觉得中国人可以接受或者必须接受他们这一套，但中国早已不是这一套。澳大利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对此，也有俄罗斯人理智表示，与中国对抗将加速英国沦为三流国家的进度。